石史诗是借一块在中国跟希腊之间来回旅行的大理石，勾勒出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化的整个一个结构，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其中的处境。这个影片2018年5月份开始调研，核心的拍摄在2019年就完成了。回到国内1-2个月后，基本就是另一个时代了。我拍到了一个尾声了，有点。片子每一站相当于全球化链条的每一部分。开采原料这块大理石矿山，它是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全中国有2大雕塑中心，生产变形成了不同的东西。义乌的销售端到圣托里尼是它的消费端。大理石它本身就承载了很多文化讯息啊。片子里拍的这种白色的大理石，跟2500年前古希腊经典时代建的帕特农神庙啊、宙斯神庙啊这些材料是很接近的。尤其在第3世界和东亚这边，追求大理石去建西式啊、欧式，它变成一种阶层的象征，某种中产身份的确认。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更多的是跟拍人物吧，我拍摄的最核心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以这个物为主线。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西方的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被卖给中国人了。希腊华人里面有一位老板收购了矿山，这个现象就跟我们中国人这些年收购法国的酒庄啊、澳洲酒庄就很像。中国变成了最大的各种基础原料的加工方和消费方，因为大理石就是跟房地产牢牢挂钩的。比利埃夫斯港，希腊最大的港口，被中国的国企远洋海运收购，在希腊社会是个震动的事情。影片里边我最喜爱的一个角色就是曲阳的甄总。我也很好奇，你说咱们那些体育城门口、世界公园里边的那些雕塑哪来的？然后就查到福建的惠安、河北曲阳，他父亲和他当年在80年代初时候搞起来的，然后整个乡的人全都模仿。曲阳的西式雕塑08年之前基本全是销给外国的，等到08年之后，然后正好也赶上中国的崛起，就有很多是卖给中国。大理石粉末有一些被收集起来变成冰箱贴，泉州的那一部分表现一线工人生产的场景，对于劳动者我还是有强烈的共情的。我不知道画的是哪个国家的，我只记得纽约，然后就没了。这么宏大的一个经济版图，在最开始都是密集劳动型工厂里边的无产者一步一步用自己手建立起来的。经济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而且离得很远很远。跑到希腊冰箱贴其实是福建泉州一个工厂做的，中国人在圣托里尼结婚买回来嘛。这个语境差是特别典型的全球化的一个现象。我这个2个片子拍中欧关系，源自于从小的生长环境。我爸是个国际新闻记者，04年年底的时候，印度洋海啸，他就拿着那个话筒出现在那个海滩上嘛。很小时候，我家里的私密空间里就弥漫着各种宏大的国际新闻。我过去本科学的电视编导，然后研究生学的是电影编剧。后来工作上呢，经历了很多跨文化的困境也好啊，迷思也好啊。时态进程中，我觉着最新鲜、最鲜活、代表性的一些情况吧。石材产业本身关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的。80、90年代改革开放，08年之后，怎么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个位置？其实这种困惑一直延续至今。新冠之后，人和物在中国和欧洲的流通大规模的停滞，货源都没有销售的动力了嘛。国际船运暴涨，那会儿义乌没有外国的商人能进来采购，只能用这个老客户、老关系解决了。新冠更像是一种意外，戏剧性的把所有东西都给显露出来了。片子里展现的那个东西，恍如隔世的一个感觉。